我只是随手制作的儿童玩具，竟差点引起第6次世界大战，吓得法国连夜将华夏国旗插满6角大楼。但华夏却连忙站出来辟谣，说这只是玩具，并非军事武器，只因我一不小心觉醒了天宇装备系统。妈的，老子穿越这么久你不出来，玩具厂快倒闭了你也不出来，看见黑丝你竟然激活了。我想做一个火箭模型，大一些、逼真一些的那种，特别是外壳，不要那种塑料感，最好是有金属光泽的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们本身就有模具。爸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不会牵扯到泄密的。什么？大国那边又发布新功能了，竟然可以装备自动拦截武器，还有滑翔加伞降技术，还能自主回收。开始接收改造信息。这个系统竟然可以改造，该不会是把玩具改造成真的吧？我知道了，那我马上回去。不好意思啦，差不多就这些要求，你能不能做？火箭改造制作方案：加装自动拦截武器，滑翔加伞降技术，载重大且能自主回收，预计耗时5天。能做是能做，不过你的要求有点高啊，可能需要5天的时间。闻言，少女眼中闪过一丝狐疑，就那么点要求，还需要5天？你们这个玩具厂到底行不行啊？算了，这是300块定金，5天后我来拿货。那么多复杂的功能，做出来少说也得上万块，就给300块定金，真当自己是美女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呀？为了打响招牌，三金在美女的要求上进行了一点小小的升级改造。金属质地外壳，干脆就用这款可以穿梭虫洞的飞船材料。滑翔加伞降技术，太老土了，加个反向助力推进装置吧。三金将系统扫描出来的模块一股脑的全部装载了上去。5天后，当美女看见三金造出的火箭模型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这个真的是模型？你是怎么做的这么逼真的？我们笑哈哈玩具厂讲求的就是纯手工定制，虽然是模型，但却比真的还真。不仅按你的要求全部做出来了，而且我还给你小小的升级了一下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！多少钱？我现在直接搬走。凑个整数，你就再给我3万块吧。多少？3万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哼，奸商，你是不是知道我着急呀，就坐地起价的坑我？妈的，这女的该不会是想白嫖吧？我这可是亏本给你的，熬了好几个通宵没睡，捅死我无期。来，这里转账。哼，好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本小姐忙完了爷爷的生日，再来跟你算账。这是遥控器，提醒你一下，点火的时候离得远一点。今天是苏定国的60大寿，他取消了原本热闹的寿宴，只因为霸国成功研发了 Hero 系列第8代火箭，并且就在今日首次发射。妈的，还真让这霸国给发射成功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都到第8代了，我们又要被拉开差距了。听说这一次他们霸国要全球直播展示卫星上的新一代技术呢。爷爷，你们几个在看什么呢？丫头来了，这不外国佬又发射了第8代火箭，你爷爷正生闷气呢。行的，我说老苏啊，人家孩子好不容易回来，就别想这些不愉快的事了。丫头，这火箭模型是你带来的礼物吧？怎么长得跟长征系列一模一样啊？闻言，几人瞬间来了兴趣。这玩意怎么长得跟真火箭一样？我有一种错觉，这好像就是我们的火箭缩小版。这外形似乎不是塑料，也不是铁，似乎跟我们的长征系列涂层材料很像啊。丫头，这是你从哪买的？就是一个玩具厂。爷爷，我不知道霸国发射火箭的事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这就叫人搬出去。不用，这模型很不错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那好，这里还有一个火箭遥控器。遥控器？难不成这个东西还能起飞？估计应该是灯光一类的吧，我试试。火箭发射倒计时10、9、8。居然还是声控的。花3万块竟然买了一个喇叭，我回头定要找那小子算账。3、2、1，点火！突然一股热浪从模型底座喷涌而出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火箭竟然真的破空而去。我操，真废了！这他妈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那小子竟然卖给了我一个真火箭！紧接着，火箭模型在空中分成了2部分，一部分脱落下来，另一部分以更快的速度直冲云霄。一个火箭模型竟然有3级脱离！我操，老苏，我是不是眼瞎了？我的个乖乖啊，这他妈叫模型，这就是一真火箭好吧？一会要是打下个飞机来，咱可赔不起呀！我是周爱民，立刻通知民航和军航，在天海市航空范围的所有航行路线全部进行规避，有不明飞行物。重复一遍，有不明飞行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他妈正上这厕所，突然嗖的一下，一道光差点把我2弟带走。丫头，你这火箭模型是从什么地方买的？能飞多高啊？该不会还能爆炸吧？什么？那道光是火箭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在一个玩具厂里买的模型，那人叫3金，其余的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个3金是什么人？多大年纪？该不会是之前的哪个军工大佬吧？玩具厂，别开玩笑了，丫头。有可能啊，当年体制改革，不少厉害人物都走了。如果是当年那几个人钻研一个领域研发，也完全有可能的。不会，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，真就是一个玩具厂。什么？这些外国佬
发射了个火箭，看把他们牛叉的，还不如老子做的那个模型。早知道他们今天发射卫星，我就多做一个出来了。你看这外国佬多聪明啊，那些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八国去了。我还以为你叫我来是有什么黑丝大美女看呢，竟然看这种破东西，睡觉去了。此时，霸国的全球直播开始了。我国的黑肉系列第8代火箭发射成功，而且我们这一次会在太空中展现我国新研发的雷神之锤项目。为了避免造成危害，我们打算把这一次雷神之锤的5靶瞄准北纬30.38、东经130.49的位置，此处是一片公海，自然不会引起其他的危害。什么？雷神之锤项目已经研发成功了。雷神之锤是一个电线杆大小的钨棒，从太空上投掷，速度最高可达10倍声速。他们瞄准的那处地方虽然不是我们大厦范围，但距离我们却不远。一旦雷神之锤落地，那势必会引发巨大的海啸，对我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霸国这分明是不把我大厦放在眼里。我立刻联系相关部门。来不及了，他们既然敢说出来，恐怕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们真要是发射武器进行拦截的话，霸国甚至会借机发动战争，这才是他们想要的。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夏人，还妄想追赶我们霸国的脚步，真以为你们人多就能研发出高科技来了？大夏人的脑子永远是愚蠢的，想赶上我们霸国，再发展500年吧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雷神之锤已经……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只见一枚小小的火箭径直飞向霸国刚刚发射的卫星。警告！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在接近中。混账！什么东西竟敢干扰我们雷神之锤的发射？报告，飞行物不明，疑似从蓝星发出，速度约为100倍音速。还没等众人反应，不明飞行物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电磁能量波，瞬间将霸国卫星消融，只留下笑哈哈玩具厂的几个小字从镜头前缓缓划过。